大家好，我是4213。前2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有关格瑞姆巴托之战的剧情。本来按照编年史接下来的顺序是应该介绍有关上古之神古加尔、乌鸦王的蜘蛛战争和联盟各国的继承者了。虽然这些故事呢是发生在格瑞姆巴托之战后的，但如果大家仔细阅读编年史，你会发现编年史所记载的内容其实是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比如说新的继承人这一节里的内容就跨越了数十年的内容，而编年史只用短短几句话就概括了，而这一小节里的角色全都是魔兽系列里的重量级角色，这样简单粗暴的描述显然不能体现出角色性格，所以接下来的几期节目我会微调编年史里小节的先后顺序，尽量让故事更加流畅集中，每一期都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主题。那我们本期就要重点介绍洛丹伦联盟的年轻一辈，也就是瓦里安、阿尔萨斯和吉安娜的故事。不过在讲述他们的故事之前，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首先，为了大家能够更详细的了解这几位角色的成长，尤其是洛丹伦王子阿尔萨斯的成长，我结合了小说《阿尔萨斯迈向冰封王座》来为大家介绍。众所周知大部分玩家初见阿尔萨斯是在2002年的《魔兽争霸3》中，而这本小说最早发布于2008年。小说前半部分补充了有关阿尔萨斯年轻时的故事，多少是有些前传的感觉，而后半部分则是大家相对熟悉的经典剧情了。不过由于小说成书时间较早，所以它与后来的编年史记载是有些出入的，尤其是在角色年龄的这个方面。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暴雪在后来编撰编年史时细分了每一年发生的大事件，这就导致了小说与编年史的冲突。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设定更新或者是吃书。所以在接下来的叙述里，我会按角色出生年份，然后再对照小说与编年史里的大事件时间来推算角色的实际年龄。视频中的角色年龄也都是以这种方式得出的，所以当大家去读小说时，会看到小说里的角色年龄和我视频里介绍的有差异，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好了，前面的话呢就先说到这里，下面正式开启本期的故事环节。首先呢，我们先从瓦里安·乌瑞安介绍起。这位暴风城王子是在黑暗之门开启前10年降生的，在他童年时期的末尾，也就是黑暗之门开启当年，兽人大军来到了艾泽拉斯，这打破了包括瓦里安在内暴风王国里所有人类的平静生活。在大约4年后，暴风城被部落摧毁，14岁的王子跟随洛萨将军和难民们乘船来到了北方的洛丹伦王国，在这里他与小他6岁的阿尔萨斯王子成为了朋友。话说，亲眼目睹了父亲之死的瓦里安与阿尔萨斯是2个性格、经历、心智都截然不同的孩子。丧父之痛让瓦里安比同龄孩子都要成熟许多。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战争而开始了严格的战斗训练。相比之下，阿尔萨斯则是那个被父亲保护得很好的小王子。泰瑞纳斯国王甚至连训练都不愿让小王子过早的参与。直到2年后，黑暗之门开启后6年时，第2次大战结束，洛丹伦联盟取得了战争胜利。瓦里安与暴风城的居民回到了家园，接着他就和图莱扬以及暴风城的贵族开始着手暴风城的重建工作。他们找到了当时颇有名气的石匠工会来承接这一建筑工程。工会领袖名叫艾德温·范克里夫，相信熟悉魔兽故事的朋友应该对石匠工会并不陌生。在未来，工会组织会因为某个事件而成为一个强盗组织，但眼下他们还是兢兢业业的建筑师和工匠。同年，阿尔萨斯在洛丹伦这边也经历了许多事情。首先是阿尔萨斯有一匹非常喜爱的爱马，阿尔萨斯见证了马宝宝的出生，他给这匹爱马取名为无敌。是的，就是大家和我每周都刷但就是不掉的那个无敌。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无敌还是一头刚出生2年的小马。尽管驯马师告诉阿尔萨斯，小马的骨骼还需要1年才能完全成型，但阿尔萨斯已经等不及要骑无敌了，于是他没有听从骑马师的建议，就骑着无敌出城了。结果阿尔萨斯在骑着无敌飞奔了一阵过后，无敌受轻把他摔在了地上，王子本人倒是没摔出什么事，倒是马儿腿上有了一道严重的割伤。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窥见阿尔萨斯性子里的急躁和不听劝，幸好无敌的腿伤后来是痊愈了。其次，另一件事是阿尔萨斯在都城认识了小他1岁的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吉安娜的父亲是2战时的海军上将戴林·普罗德摩尔，戴林一直因为在2战中痛失爱子而感到无法释怀。在这种情绪的左右下，
带领用铁腕政策维持着他的公海秩序，追杀所有胆敢在他海域上作案的海盗与匪徒。可吉安娜却对父亲日渐阴郁的情绪感到越来越厌倦，于是他在母亲的支持下决定远赴达拉然求学。由于库尔提拉斯一直与洛丹伦交好，所以在抵达达拉然之前，吉安娜和随从到洛丹伦拜访了一番。小阿尔萨斯对小吉安娜可以说是一见倾心。为了能够更接近小吉安娜，阿尔萨斯主动提出护送吉安娜一同前往达拉然。这期间，阿尔萨斯带着吉安娜偷偷来到了兽人集中营冒险。尽管吉安娜从小就听家里人说哥哥是被兽人杀死的，但是在她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因邪能消退而处于消沉状态的兽人，尤其是当她看到了兽人的婴孩时，她对兽人的看法产生了怀疑。而阿尔萨斯则坚持认为兽人就是杀手。从这段可以看出，吉安娜对兽人的看法与绝大多数人类不太一样。在结束了这次有惊无险的冒险后，吉安娜对这位洛丹伦小王子产生了一些好感，他们二人都很享受这次冒险。第二天，在阿尔萨斯的陪同下，吉安娜来到了魔法之都达拉然，开始正式接受法师训练。另一头，阿尔萨斯也在穆拉丁同绪的指导下开始了剑术练习。众所周知，阿尔萨斯在以后会成为一名圣骑士，但是在那之前，他会一直跟随穆拉丁学习战斗技巧。时间又向后推了2年，来到了黑暗之门开启后8年。此时，在南方的暴风城，瓦里安也年满18岁成年了，他正式加冕成为了暴风王国的新任国王。瓦里安在位时，他把权力下放给贵族国会掌管，自己则骑马前往王国各处，保护自己的人民免受兽人的劫掠。王国在瓦里安的治理下，开始渐渐恢复到了战前水平。时间又向后推移了2年，来到了黑暗之门开启后10年时，在北方的洛丹伦都城中，经过这几年的训练，阿尔萨斯的战斗技巧提升飞快，他甚至能在对战训练中将老练的穆拉丁击倒在地。训练成果令穆拉丁很是满意。不过，相信王子的另一位导师乌瑟尔8成是不会喜欢穆拉丁传授的这种为了打倒敌人而不择手段的无限制格斗流，比如什么拿破酒瓶战斗啊，用脚踹敌人肚子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点不讲武德。毕竟圣骑士在战斗时可不会用这些手段，但穆拉丁却认为阿尔萨斯应该掌握每一种战斗技巧，而阿尔萨斯也认为这种技巧很是实用，而长期接受这种训练，就导致他的战斗方式和思维要更接近于战士一点。这一年中还发生了前2集说过的化名为普瑞斯托的死亡之翼混入洛丹伦宫廷中的事件。泰瑞纳斯受其蛊惑，许诺把自己16岁的女儿阿尔萨斯的姐姐加利亚在成年后以政治联姻的方式嫁给普瑞斯托。得知消息后的加利亚向弟弟哭诉，自己根本没机会选择自己的另一半，所以他希望阿尔萨斯以后一定要选择自己的心上人结婚。很显然，14岁的阿尔萨斯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虽然他很喜欢吉安娜，但他根本没有想过和她结婚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在他看来，他作为未来的一国之君，必须要谨慎地挑选自己的配偶。这种责任呢，常常压得阿尔萨斯喘不过气，而每当因为责任而压得他心中郁闷之时，阿尔萨斯就会骑上艾玛无敌出去兜兜风，疾驰和飞奔总是会让他忘记一切不愉快的情绪。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呢，还有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格瑞姆巴托之战，和威尔王在诺森德发起的蜘蛛战争，以及在未来要介绍的古加尔登陆卡利姆多大陆的事件。时间很快来到了黑暗之门开启后13年。这一年，阿尔萨斯访问了艾德拉斯·布莱克摩尔的敦霍尔德城堡，他在这里见到了那个被艾德拉斯豢养的兽人萨尔。尽管此时的萨尔才年仅12岁，但他已经成为了决斗场上的常胜客。有关他的故事呢，在下期节目中还会详细介绍，这里呢，我们只是稍提一嘴。晚上的时候，艾德拉斯派塔蕾莎去侍寝阿尔萨斯。当阿尔萨斯见到了衣着暴露的塔蕾莎时，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艾德拉斯的指示，但他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只是将塔蕾莎请进了屋子聊了会天。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王子其实是个挺正直的人。时间很快又过去了2年，来到了黑暗之门开启后15年。这一年中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其中有些事对阿尔萨斯的未来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此时的阿尔萨斯已经19岁了，再过几个月他就要加入白鹰之手骑士团。在临近冬季的某天下午，阿尔萨斯如往常那样骑着艾玛无敌奔驰在山野间，然而这次却发生了意外。无敌在小高地上起跳时，马蹄被冰冻的岩石划了一下，导致无敌失去了重心，狠狠地跌落在了地上。等阿尔萨斯爬起时，才惶恐地发现无敌倒在血泊里受了致命伤。看到艾玛痛苦万分，阿尔萨斯只能选择用剑亲手终结伙伴的痛苦。
之后，王子一直抱着艾玛，直到他离开了世间。这件事将困扰阿尔萨斯的余生。他时常在想，如果那天他没有骑无敌出去，如果他能够早一点学会圣骑士的治疗法术，也许无敌就不会死。必须强调的是，无敌不仅仅是他的坐骑，更多的是伙伴和王子精神上的分身。因为作为未来一国之君的他，无形间会背负很多的压力，而每当他想缓解、想发泄、想逃避时，无敌总会载着王子飞驰。那一刻，王子是自由和快乐的。他感觉到自己所向无敌充满了信心。而无敌的死让阿尔萨斯无比自责，他宁愿伤害自己，也不愿无敌受伤。从这一刻起，他失去了一个好伙伴，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很多，可以说是阿尔萨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再说回到故事上来，数月后，在重建好的暴风城光明大教堂，阿尔萨斯在一众知名人士的目光下，正准备进行白银之手骑士团的入团仪式。在仪式上，骑士团大主教法奥将一柄名为圣光的复仇的战锤赐予了阿尔萨斯。然而，当众人都以为圣光要给予阿尔萨斯赐福时，却出了一点小意外。圣光延迟了一阵才降临到阿尔萨斯身上。礼成后，法奥正式宣布阿尔萨斯加入了白银之手骑士团。在场的所有人都为阿尔萨斯感到开心，但唯独阿尔萨斯自己却并不开心，甚至有些气愤。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或许是其圣光延误的许可，或许是其没有得到吉安娜的吻，或许是其父亲对他的评价，又或许是这个19岁的小青年到了叛逆期。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王子还是如约成为了一名圣骑士。另外，在阿尔萨斯造访暴风城期间，才知道他幼年时的玩伴瓦利安已经与一名名叫蒂芬·艾利安的贵族女子成婚了，并且就在不久前，他们刚有了一个儿子。瓦里安为了纪念在第2次大战中英勇牺牲的安都因·洛萨，于是他给儿子取名为安都因·乌瑞恩。有趣的是，阿尔萨斯逗小安都因时，后者还紧紧握住了阿尔萨斯的手指。殊不知，等这二人再次产生联系，那就是暗影国度版本的事情了。好的，接着再来说说吉安娜的情况。此时的吉安娜芳龄18，经过前面那些年在达拉然的学习，她凭借自身的努力，成为了大法师安东尼达斯的学徒。而安东尼达斯也相信她有潜力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女法师之一。由于吉安娜出生于贵族军人之家，所以她的言行举止都显得既端庄又优雅。而在成为法师后，她还拥有了过人的学识。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姑娘，就连奎尔萨拉斯的高等精灵王子凯尔萨斯逐日者都对其爱慕有加。他甚至允许吉安娜亲切地称呼他为凯尔。不过，吉安娜对凯尔萨斯却只有尊敬，没有爱意，因为他已经心有所属了。在阿尔萨斯加入白银之手骑士团后没多久，他便假借研究历史的名义造访了达拉然几个月，而他的真实目的嘛，自然是为了吉安娜。某天，阿尔萨斯带着吉安娜来到了靠近奥特兰克山谷的地方游玩。尽管此时是夏季末，但奥特兰克的高山上也依然有常年不化的积雪。两个年轻人就在这里打起了雪仗。尽兴之后，阿尔萨斯抱紧微微颤抖的吉安娜，并夺走了她的初吻，而吉安娜也溺毙在阿尔萨斯的臂弯中。接下来的几个月可以说是二人青春时期最快乐的时光。有时是阿尔萨斯等吉安娜下课，有时是吉安娜去马寺找阿尔萨斯，还有些时候，他们二人的私会则被凯尔萨斯撞见了。凯尔萨斯怒斥阿尔萨斯应该公开他和吉安娜的关系，可阿尔萨斯则是以人言可畏，这是在保护吉安娜的说辞挡了回去。显然，阿尔萨斯的话和做法都让精灵王子非常愤怒，但他还是压制了自己的怒火，悻悻离去。在之后的日子里，二人的关系越发亲密，就连他们双方的父母也彼此心照不宣，许可了他们的关系。万圣节期间，吉安娜因阿尔萨斯的邀请造访了洛丹伦都城。阿尔萨斯在民众面前邀请吉安娜点燃了巨型稻草人，开启了节日庆典。之后，阿尔萨斯将吉安娜带回了他的房间。在准备开始付费剧情时，吉安娜低声问道：“我们准备好了吗？”阿尔萨斯回答道：“我准备好了，只要你愿意。”在激情过后，阿尔萨斯再次紧紧抱住了吉安娜，他请求吉安娜永远不要拒绝他，而吉安娜也答应了阿尔萨斯。时间转眼来到了冬木节的前夕，此时吉安娜已经被当成了王室的家族成员。派瑞纳斯国王会经常邀请阿尔萨斯与吉安娜共同听取民众的意愿，阿尔萨斯觉得这样很好。但是当他回想起多年前与姐姐加利亚的谈话，他知道迎娶吉安娜对王国而言是很好的选择，对自己而言也是很好的选择，可就是不知道为何他的心里总有些许不安。在冬木节的前夜，
阿尔萨斯和吉安娜来到了被冰封的洛丹米尔湖上，美景配美人，阿尔萨斯几乎要看呆了。他捧起吉安娜的一缕金发，赞叹着她的美。吉安娜笑着说：“我们以后的孩子肯定也会是金发的。”然而，孩子这个词深深地击中了阿尔萨斯。一瞬间，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许多未来的美好场景，但随后，这美好的场景就变成了完全相反的极端。这使他突然意识到，吉安娜对自己来说更像是一个玩伴。而如果自己没能成为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国王的话，未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之后，惶恐不安的阿尔萨斯对吉安娜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是的，这个问题之前吉安娜曾问过他，那时阿尔萨斯的回答也确实是他真心这么想的。但现在，在面临未来可能到来的压力时，他害怕由于自己的能力不足，有可能会毁了这一切，所以他向吉安娜说他还没有准备好，并请求能和吉安娜做回朋友，等以后准备好的时候再与吉安娜结婚。而阿尔萨斯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是与无敌的死有着很深的联系的。前面我们说过，无敌还活着的时候，他能帮阿尔萨斯缓解压力，建立信心。而当无敌死后，阿尔萨斯因为背负了太多的压力，无从排解，所以才希望吉安娜能给他更多的准备时间。可是吉安娜在听到这番话后，当场人就傻了，情绪很快就由最初的惊愕无力转为了失落和痛苦。尽管如此，但她还是答应了阿尔萨斯的请求。本来她都以为自己不久后要嫁给阿尔萨斯了，但她怎么都没有想到，竟然会得到这样一个回答。在此之后，吉安娜回到了达拉然，继续进行自己的魔法研究，而阿尔萨斯则专注于未来作为国王所需要面对的一切。最后，在编年史中用了“虽然二人都在追求各自心中的志向，但他们从没有抛下过对彼此的感情”这样的描述来总结了二人间的感情。确实，因为阿尔萨斯心里一直都有吉安娜，在魔兽世界80级乘5影之哀上的最后一步任务，可以获得任务奖励吉安娜的吊坠。上面的黄字写道，这个嵌有吉安娜卷项的吊坠一直被王子贴心而藏，这足以说明了王子内心的真实想法。只不过他在当时选择了逃避，他想要成长到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时，再与吉安娜进一步发展。这样的想法其实并没有问题，可有问题的地方在于，他不该提前与吉安娜发生关系。那么讲到这里，瓦里安、阿尔萨斯和吉安娜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就基本上差不多了。说实话，其实本期琢磨最多的还是阿尔萨斯，因为谁让他是魔兽里最具有人气的角色之一呢？从本期的节目中，我们不难看出，在阿尔萨斯的成长经历中，其性格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性子里的急和不听劝，思想容易走极端和逃避当下的压力。虽然有着诸多的问题，但他仍然不失为一名勇敢的联盟英雄。在战场上，面对再艰难的任务，他也绝不退缩。正因如此，阿尔萨斯的角色性格被赋予了多样性，而他的种种性格特点也为他日后的选择做好了铺垫。所以在《魔兽争霸3》中，他的每一次抉择其实也都与他的性格、他年少时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更多有关他的分析，我们就留到以后的具体事件时再展开来说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如果本期视频能够让你对艾泽拉斯更加深一些了解的话，请一定要记得点赞、转发、关注哦。我是42有13，那我们下期再见。